大人们谁懂啊？杨洋明明凭一己之力扛起了《凡人修仙传》，却被所谓的野榜开除出 S 加男演员行列。咱就想问，这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不靠谱榜单啊？咱们来好好盘盘杨洋出演的5部 S 加级别影视作品，就会发现他的实力简直是被内娱狠狠忌惮了。杨洋可是带领酷场、爱奇艺在3大平台竞争中成功站稳脚跟的狠角色。就说今年播出的《凡人修仙传》，在商业价值方面直接杀疯了，刷新了平台广告植入的记录，成为酷场今年首部盈利剧集。这还不算完，他让阅文集团的股票大幅上涨，还成功给动漫版引流。动漫里韩丽结音那集播出时，整个 B 站都被挤崩了，这影响力简直逆天，连动漫导演都亲自发文感谢。除了商业价值惊人，杨洋在《凡人修仙传》里的打戏和精湛演技，对观众来说就像一场顶级视听盛宴。咱们把时间倒回到2017年，《全职高手》单独官宣由杨洋出演的那一刻，内娱 S 加级别大剧的格局正式开启。2019年该剧正式播出，没有狗血的 CP 线和爱情戏，全剧围绕电竞展开，而且几乎没怎么做宣发和营销。但即便如此，他在《陈情令》、亲爱的、热爱的、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以及庆余年等众多热门剧的包围下突出重围，成为鹅厂当年最赚钱的剧集。这里给大家科普一下，杨洋不仅开启了内娱 S 加剧的定义，就连之前 S 级的说法，也是因为他主演的《舞动乾坤》而诞生的。杨洋的《特战荣耀》同样表现亮眼，2019年官宣，2022年在东方卫视和浙江卫视双平台上新播出。当时各大平台为了他争得头破血流，最后3个平台联合播出。《特战荣耀》在播出期间成绩斐然，单日有效播放市占率达到 34.11%， 在腾讯视频的单日播放量高达 1.07 亿，是那几年3平台联播剧里唯一部单日播放量破亿的剧集。杨洋饰演的燕破月，更是激励了无数年轻人踊跃报名参军。还有由正午阳光出品，赋予武侠大男主标签的雨霖铃，虽然现在刚拍完，我们还看不到具体内容，但从杨洋在《凡人修仙传》里利落干脆、直击要害的打戏就能知道，雨霖铃的打戏效果肯定差不了。更不用说杨洋除了这些大男主剧，还有4个堪称内娱白月光的经典角色。就杨洋这实力，大家说说他到底能不能进入 S 加男演员的行列呢？俗话说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大家说的一点都没错。今天我实在忍不住要跟大家好好聊聊董璇姐姐的新老公。先来说说最近闹得满城风雨的张唯一，他在暗地里对董璇进行 PUA 的行为，真的让人很无语。就拿办婚礼这件事来说，举办婚礼本是一件皆大欢喜的好事，可他提出这个建议的时机和态度，实在是让人难以苟同。董璇之前就已经明确表示过，经历过一场盛大的婚礼后，他现在更渴望安稳的生活，而且他还要照顾可爱的小酒窝，实在不想再为婚礼的事劳心费力。可张唯一呢，表面上说着你别为了迎合我，不想办咱就不办，可实际上心里想的全是你必须为了我办这场婚礼。他甚至还搬出姥姥年纪大了，爹妈葬在这里，这些理由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想法里，丝毫没有顾及董璇的感受。要知道筹备一场婚礼是多么劳神的事，他没经历过，根本不懂。董璇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，可他倒好，居然还委屈起来了。当时我在观察室里，整个人都懵了，这哪是在商量事情，分明就是道德绑架。董璇本来就因为重组家庭的事小心翼翼，一边要安抚女儿的情绪，一边还要维护和张唯一的夫妻关系。可张唯一呢，只在乎自己的面子，完全不考虑董璇的顾虑和现实情况。最终董璇还是没能弄过他婚礼，还是办了。可因为婚礼地址选在了人均60几块钱的饭店，被大家狠狠嘲笑了一番，甚至还上了热搜。再来说说二胎的问题，张唯一的表现更是让人无语至极。董璇已经46岁了，这个年纪再怀孕，那可是超高龄产妇，风险极大。而且他们婚前明明已经说好不要二胎，可婚后张唯一却突然改变了态度。都说男人的话能信，母猪都会上树，这话用在他身上再合适不过了。他一会儿拿自己去世的父亲说事，一会儿又说生孩子是为了给自己找创作灵感，这都是什么歪理？
他到底把生育当成了什么？董璇的身体状况和他内心的担忧，他难道一点都不考虑吗？当时我坐在那里后，槽牙都快咬碎了。张唯一，我真想问问你，你真的做好准备成为一个成熟的丈夫和继父了吗？我真心希望你能多站在董璇的角度考虑考虑，不然董璇的婚姻之路恐怕会走得异常艰难。首先，二婚海岛婚礼爆改酒店婚礼人均67婚宴，寒酸到连佟丽娅都笑不出了。该说不说，卖惨加 PUA 这一套是真被张卫健整得明明白白。不是姐咱独自美丽不好吗？就在前2天，有网友爆料，张卫一带着董璇回大同，在人均67的饭店办了酒席，一边是调侃张公子真会过日子，可另一边却是满屏的质疑，这分明是董璇一直在妥协呀，就这水准，别说跟他向往的海岛婚礼、长洲冷餐会比，就连大同本地4星级酒店人均150到300的主流婚宴都没跟上。我算是明白为啥大家都不看好这段婚姻了。毕竟从姐姐当家的各种正片花絮等各种信息来看，董璇最初已经明确表示不想办婚礼，并且不止一次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，结果却在张卫一的孝道牌和家庭压力下一步步退让，嘴上说着别为了我，但心里想的全都是你得为了我。毫不意外，姐同意办了，但不想再办那种传统婚礼，毕竟已经办过一次了。所以董璇最初的设想是在海岛举办一场小型的户外婚礼，结果张唯一却暗戳戳地提出了反对意见，三人你一言我一语，婚礼地点就这么被定在了大同的酒店。然而更让人无语的不止这场婚宴，还有至今都没商量出个结果的2胎问题。在结婚前，两人咱董璇姐的意思已经很明了了，这是两人商量好了不会要小孩，结果张唯一却变卦了，为了催生，甚至搬出了已经去世的父亲。这还不够，他还把创作瓶颈归结于没有当过父亲，但全程没提过董璇已经46岁这事。似乎董璇这个年纪怀孕、高血压、胎盘早剥等风险完全不在他的考虑范围，结果是人是鬼，拉上综艺溜溜就知道了。这下张卫一好不容易在1年1度喜之大赛积攒的路人缘算是被他败得差不多了。但不得不说，赵丽颖这次的操作彻底让内娱的弟弟们洗白了，首当其冲的就是金莎的弟弟孙承霄。还记得他俩当初一起上节目的时候，被不少网友指责太幼稚、情商低，可被大家质疑他想跟金莎结婚是为了金莎的钱的时候，他能主动提出婚前财产公证。还有钟丽缇的弟弟张伦硕，当初两人在一起的时候，张伦硕只有5万存款，还在北京租房住，但钟丽缇已经是身价上亿的知名女星，所以外界一开始就给张伦硕贴上了软饭男的标签。但如今两人已经是一起携手走过了9年。还有小李林的弟弟金超，陈子涵的弟弟戴相宇，人家不仅有担当，还能扛事。可看看董璇的弟弟张唯一，这差距真不是一点半点。